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遵义舰等多型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赴南海某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值得警惕的是，美菲2024肩并肩演习也于10号结束。中方要求，任何军演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呼吁菲方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发现敌空中目标1批2架，向我击飞。对空攻击准备好。据央视报道，此次训练编队重点围绕对海作战、防空反导、反潜作战等训练内容展开，检验多项战法训法运用成效。编队抵达目标海区后，按照预定方案，各舰快速机动，迅速占领有利阵位，组成综合防御队形。编队各舰提高部署等级，进行了一场编队综合作战演练。第一波次射击完毕，各舰迅即调整射击阵位。遵义舰、海口舰、昆明舰、咸宁舰主炮再次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相互协同、相互配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让我们对本舰的装备有更清晰的了解。现在南海舰队这个编队出航，它所演练的我们称之为科目训练，甚至已经到了合同作战的这个阶段了，在时间还没有过半。上半年就已经转入科目训练了，说明他们很早就完成了基础的复训，说明我们南海舰队的部队，说明我们人民海军的部队，从侧面表现出来，他们抓紧进行战备训练，战备训练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分析指出，万吨大驱遵义舰很可能担纲此次编队的指挥舰。遵义舰舷号107，入役刚满1年，是人民海军的第7艘055型万吨大驱。迄今为止，人民海军已经列装了8艘055型万吨大驱，这也是今年第2次公开报道遵义舰与多艘军舰组成编队参演。值得警惕的是，4月22号到5月10号，为期19天的美菲2024肩并肩联合军演也在菲律宾附近海域举行。菲律宾军方称，此次军演规模创历史之最，参演士兵超过16700名，其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士兵。另外，还有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约100名法国海军人员，以及菲律宾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也参与演习。菲律宾有舆论认为，在南海局势敏感之际举行这样的演习，无助地区和平。菲律宾智库机构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伯格乌伊说，菲律宾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战略利益的代理人，肩并肩军演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制造不稳定因素。菲律宾政府应摒弃军事化的好战策略，重新回到外交谈判的轨道上来。但外界注意到，美菲2024肩并肩还大肆炒作一场击沉军舰的演练。据悉，美菲8号在菲律宾北伊罗戈省附近的演习中，击沉了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亚湖号。这艘船原名为拉普拉普号，由中国浙江台州一家民用造船厂为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所建造，用于油料运输。2014年被捐赠给菲律宾海军，成为菲海军第1艘补给舰。2020年退役。菲媒称其是菲军方唯一的中国造海军资产，菲方则大肆炒作击沉这艘船是显示菲律宾不愿在南海对中国示弱。值得注意的是，美媒也来拱火浇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宣称，美菲击沉靶舰向中国发出了强烈信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宪在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外媒就此事提问进行了回应。他说，任何军演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应损害地区国家间互信，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有关国家应当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挑动对抗，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使用精神胜利法搞自我安慰。根据南部战区微信公号10号发布的消息，美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并警告驱离。而就在2天前，同一艘美舰还穿航台湾海峡并高调炒作。美舰此时连续进行挑衅，尤其是时隔2个月再度穿航台海，其中有何用意？来看报道。南部战区公布的图片显示，中方军舰严密监视美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这是今年以来美军舰首次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上一次非法擅闯这片海域的是美霍珀号导弹驱逐舰，发生在去年1月25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10号表示，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充分说明美时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
险制造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天前的8号，哈尔西号还过航台湾海峡。美海军第7舰队当晚在其官网发文炒作称，哈尔西号依照既定行程，没有进入任何沿岸国家领海的状况下，常规性通过台湾海峡。美方还宣称，这展现了美国所谓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原则。台防务部门当天也宣称，哈尔西号8号上午7时起由北向南过航台湾海峡。过航期间，台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9号，台防务部门通告，8号上午6时至9号上午6时，发现解放军军机23架次、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根据台当局防务部门公布的示意图，台军8号上午8时0分至下午5时29分，在台湾海峡空域发现解放军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19架次，其中4架次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8号上午9时4分至晚间7时26分，于台岛西南空域发现解放军军机3架次，部分军机距离台岛最南端的鹅銮鼻约58海里。这也间接证实了解放军海空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哈尔西号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美海军船舰今年以来第3次，前2次均为菲恩号驱逐舰，分别在今年1月和3月。此外，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4月17号也曾过航台湾海峡。而根据公开报道，哈尔西号上一次过航台海是在2020年8月。值得警惕的是，美舰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因为本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将进行交接。还有观察指出，解放军海军第3艘航母福建舰8号圆满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受到全球舆论高度关注。而美舰选择在这一天过航台海，还进行高调炒作，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福建舰海事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并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跟随其印太战略的盟友伙伴派定心丸。时事评论员李亚强对深圳卫视表示，美军舰过去在中国周边活动都属正常，甚至能在香港等地停靠访问。但近年来，美军依托印太战略频繁插手干涉台海、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这就使得相关过航行动充满挑衅性，并对外释放错误信号。但若是企图通过一艘驱逐舰过航台海来干扰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那是打错了算盘。如果是以敌对行动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呢，它与福建舰的试航相比较起来，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不足为虑。因为福建舰毕竟是我们人民海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值得把这个美舰看得那么重。哈尔西号是美海军第47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9300吨，2005年7月服役。它以美海军已故5星上将哈尔西的名字命名。哈尔西在2战太平洋战场上曾指挥美海军对日作战，没想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军舰却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哈尔西号隶属于美海军第7舰队的第15驱逐舰中队，因为濒临东海、台海，该驱逐舰中队的舰艇是美军在台海、南海执行挑衅行动的惯犯。深圳卫视记者查阅哈尔西号的公开资料发现，该舰曾有一名华裔副舰长，名叫刘义磊，1983年出生于中国武汉。2006年，刘义磊通过直接研究生教育计划，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就读系统工程专业，从此加入美海军，并获硕士学位。2007年起，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号导弹驱逐舰、里根号航母、普雷布尔号导弹驱逐舰、卡尔文森号航母和旋流号巡逻艇上担任不同的职务。2021年12月起，刘义磊开始在哈尔西号上服役，先担任未来副舰长，学习担任导弹驱逐舰副舰长的技术和领导力基础知识，并于半年后转为哈尔西号的副舰长。不过，从今年2月起，刘义磊前往美国海军水面作战军官学校修读舰长预科班，意味着他已经是一名准舰长或者后任舰长。有分析指，即使他不会再回到哈尔西号担任舰长，也大概率将被派往部署在亚太甚至印太地区的美海军舰艇。因为根据其从军履历，不仅学历较高，而且在多个技术类、管理类、领导类职位历练过，还在联合参谋部作战部担任当前作战分部的指挥官，负责监视美军当前在全球的作战动态，并向参联会及国防部其他高级官员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
信息，可以说非常符合美海军舰艇指挥官的用人标准，以及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长期趋势。李亚强认为，尽管拥有华裔身份，但从刘义磊的经历来看，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因此他的思维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了解中国的程度。他首先效忠的是美国，在我的眼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华人，甚至可能他对中国文化都已经了解的非常少了。从根儿上说，他更多的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能不能够胜任跟中国海军交往、对华的这些政策，他是否明白，本身就存有很大的疑问。从个人角度上看呢，华裔身份在军事交往中并不能够发挥很多的作用。